什么奇怪的符号啊？怎么又是竖排的繁体字书啊？天哪，我要怎么自己准备客家年菜啊？这些对台湾人来说稀松平常的事，对我一个新住民怎么都是挑战啊！Hello，各位，我们又见面了，非常感谢大家为我影片的改进而献计献策。我呢也在大家的留言中呢学到了很多新的观点和思考的角度。越发觉得我做这个影片的惊喜超过我的预期。今天呢，我想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妈妈的角度来和大家聊聊我在台湾生活所面临的挑战还有思考。主要是3个方面：注音、繁体字、家庭与工作的平衡。第一件事，注音全新的学习。老公先前到上海工作的时候，偶然间呢，我发现在他的手机里除了汉语拼音的输入外，还有一个我不太熟悉的输入方法，原来这是注音。他一直希望我学习注音，但是呢，对我而言动机不足，所以呢一直推脱。直到呢前几个月，我在带着我女儿一起读绘本的时候，发现我的女儿越发对图中的文字开始感兴趣，我才意识到我要教她注音这件事是早晚的事情。那在此之前，我必须自己 get 这个技能啊。另外呢，我也碰到一些很尴尬的情况，比如说我在公公家的时候，想借用他的电脑来 Google 一些资料，可是发现是注音输入，我又不好意思去改它的设定，所以呢，只好作罢。而且说实话，不了解注音，让我在适应一个新环境上被看起来比较消极，就好像这个拼图少了几块一样，这是我心理上的感受。最终在2个月前，当我先生再次敦促我要学注音的时候我就默默的点点头，那就开始吧。在我发布的从上海到台北哪些事情让我觉得幸福加分的影片下方呢，我看到一位贾老师，我在想他应该就是我现在手上这本华语双拼快注音的作者贾成达老师吧。这真的是巧，因为我先生是您的粉丝哦。我现在就是通过他所借给我的这本书来学习注音。因为注音符号不是为西方人设计的，所以这37个方体正楷的符号呢，西方人是看不懂的。那为了便于学习呢，贾老师呢就设计了这个非常像英文字母的注音字形，方便大家来记忆。也非常适用像我这样只有汉语拼音基础的学生哦。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总是会找一些适合自己的能够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就像这个双拼快注音就是把传统的注音符号呢做出一个变形虽然只是暂时把它的外形还有它的轮廓进行一个变化，但其实它的本质它的结构是不变的。就像现在需要四处飞的年轻人，只要保持本质乡土的情怀不变，就可以随方救援，也会活得比较自在。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适合我的。同时我也想到就是大陆简体字在那个时代，为了让更多的人快速识字，字形简化运动呢也是一种方法，但方法还是不能替代一个学习的最终目的。所以我也期待说有一天繁体字在大陆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就像网友调侃的简体字的爱意无心。第2件事，繁体字变化中的美学。我觉得学习写字还是要认识传统字形的严格和艺术。在之前的留言当中呢，有一位长辈就是提醒我要回归学习这个繁体字，我欣然接受。因为在我幼儿的时候呢，我就跟着我的外公学习写毛笔字，当时写的是颜真卿版的，所以呢还是积累了一些对繁体字的这个熟悉感。那相隔几十年来到台湾生活以后呢，我觉得繁体字在我看来就是有一种图片的既视感，是我看到它，我好像可以说出它是什么字，但是呢默写不下来。直到有一次呢，
我和先生呢为我女儿去办理一些手续上的事情，他发现我到了台湾以后，竟然连我女儿的那个名字的影字还只限于写简体字，他就十分的不满，因为他在上海前后呢也学习了很多的简体字，为什么我却一直在繁体字的这个门外观望呢？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观察繁体字的构造开始一笔一画的，就像国小的学生练字那样，开始学习每一个繁体字了。虽然能够看懂繁体字了，但是我的阅读速度还是堪忧，特别是竖排的从右到左的那些繁体字书籍，我经常看着看着就跳错排。当然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呢，我觉得现在已经习惯很多。一个字怎么有多种写法呢？观察久了呢，我发现又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这个跟在大陆的时候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陆的简体字呢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字形只有一种写法。那在台湾我就发现，为什么同一个字会有不同种的写法呢？在年前呢，为了去采购年货，我们一家4口呢就到大稻埕去赶热闹。那个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好不热闹。那在采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看到有一些店面的招牌和我在别处看到的繁体字呢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担仔面的面，还有2家医院的江与医，怎么会有不同的写法呢？哪个又是对的呢？查了国际电脑汉字及异体字知识库以后呢，发现了教育部竟然有关正字和异体字的这样的说法，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有趣了。原来异体字就是变化中的汉字我觉得正是先辈为了追求书写的优美呢，而不断的调整笔画和字的结构，所以才会有异体字。保留异体字，在我看来就是保留一种古典的技艺。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引自历代的书法，也是一直在变原来大陆的这个简体字引取自王羲之，而正字引就是颜真卿版的，也是我之前练习过的版本。此外，我还查找到教育部的国字标准字体笔顺学习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访问过。我真的觉得教育部的这些繁体字的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富，非常适合像我这样自主学习的人。我也想把它推荐给对字形感兴趣的朋友第3件事，沉静下来学习爱家人，也不放弃自己的追求。说到保留记忆呢，家庭料理是一种为家人创造味觉记忆的方式。虽然我自诩为不挑食的美食家，不过我在料理方面好像少了很多的天赋，做出来的菜色总是少了些锅气。但我非常感谢我的2个宝宝，因为他们一直吃我做的菜，还是常常会吧唧嘴巴，觉得吃得香喷喷的。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没有人做饭给他们吃，他们也只能吃我做的。而且我做的毕竟有妈妈的味道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得意的。不过作为媳妇，传统角度呢，对媳妇总是有过多的期待，所以从媳妇的这个角色来看呢，我还是显得很多的不足。最近呢，我偶然了解到一位非常厉害的才女在她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条可以效法的路径。她叫张李德和，是日治时期台湾中部云林嘉义的女性名人，琴棋书画诗词远近闻名。她的名字十分的特别，原来李是她原本的姓，她后来嫁入张家以后呢，又冠了夫姓。她十分擅长作诗，那作诗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呢，是风花雪月又充满闲情的事情。但在当时的台湾来说呢，就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门槛，一种文化的资本吧。当时很多人就读日本的学校，为了学习新潮的科技呢，而放弃国学。他也就读日本学校，但是他的国学底蕴十分的深厚。这其实是源于他的爸爸给他埋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家教观念，国学不可以丢，同时呢，也要学习新知，因为万物都可以为自己所用。
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教观念帮助她后续的呢做出了一系列的选择。她虽然是个才女，但是她一点都不清高。她嫁入张家后呢，被要求学习烹饪，从未下过厨房的她居然就敞开心胸重新学习，还邀请她的婆婆来品尝。她的身段放得非常的低。后来她的9个孩子大了呢，她就白天协助她的医师丈夫在1楼看诊，那到晚上的时候就会上2楼邀请她的好友来谈诗作词。夫妻之间呢是非常懂得如何成就彼此的。我看到了这个女人在家庭上的付出，也看到了她在工作和兴趣上的成就。我想是源于她抱持一个开放的心态，面对所有新鲜事物，包括学做烹饪。从她的身上呢，我也受到了很多的激励。虽然我现在把大部分的精力主要放在教养我的2个宝宝身上，但是呢，我仍然看到我自己有很多的可能性。就像现在我可以这样面对镜头，能够坐下来和大家聊聊天，认识了很多以前肯定没有机会认识的新朋友。张李德和的研究者江宝钗曾对其女性角色进行评论说，从今日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李德和完全受制于当时的性别观念，并无前锋性的观点，但他集思突破，成就女性自我。从他对文学与社会事业的投入可以看到端倪。对我而言，每个人对家庭付出的多少并不是夫妻之间的一个角力，我也不希望我对家庭的付出是源于大家对女性在这个家庭角色的一个期待。我想这只会让我陷入一种自我牺牲的自怜当中。真正鼓励我的是因为我想关爱我的家人，我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奉献上。那我相信这样的女性还是可以同时关爱自己，就像张李德和一样，心态放软，审慎的利用时间。关爱自己和关爱家人是可以同时并进的以此来成就更美好的每一天。谢谢大家的观看，片尾也有一个小彩蛋，请不要错过哦。拜拜。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道料理，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客家拌染。客家拌染就是客家汤圆，所以爸爸今天就是要教我这一道客家拌染。2汤匙盐，放盐巴在搅拌，放点酱油、胡椒粉。爸爸，咸汤圆的话，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吃呢？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亲友来家里的时候，像我的爸爸就特别喜欢吃汤圆，人家在拜拜的时候都会煮鸡嘛，那会生产多鸡汤，我爸爸就会想买汤圆来煮。我好像爸爸油真的放很多客家人吃的都是又油又咸，以前客家人做农的都是算比较出众的，要吃的够油够咸，还有力气来工作。而且很喜欢用猪油吗？相当喜欢。